次看了很多厉害的成功人士、顶尖人士讲完演讲之后呢，都想说哇，也要来学习，跟他们一样。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就开始觉得说哇，学习好痛苦哦，就没办法坚持下去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学习变得非常的有趣、非常的快乐？这就是今天要教大家的一个小撇步啦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我相信在荧幕面前的你啊，或多或少你都有曾经遇到这种状况，也或者是啊，你心里知道哇，我一定要起来学习，不论是学习在升学考试，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学习，或者是啊职业升迁上面的学习，都有遇到这个状况过。那我可以先跟你们讲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就是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人，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脑本来天生就不喜欢学习的呢，怎么可能人脑天生就不喜欢学习？如果今天每天都可以让你放空，然后让你玩耍，你会选择去学习还是玩耍？我相信多数人是想要玩耍的。那些少数人想要学习的，他是怎样呢？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学习而不是玩耍呢？这就是他们可以成为顶尖的1%的人的原因啦。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去讲的。多数的人啊，都是害怕且逃避学习，所以大家想要的事情都是想要玩耍，想要有趣。而这1%的人呢，他们就是懂得把痛苦的学习转换成玩耍的学习，这就是他们可以成功转换的一个观念。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教大家怎样子可以让学习变成有趣，变成玩耍。这个方法其实我也尝试了很多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哇，现在啊，马克凡啊，就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哦，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啊，不停的很热衷的学习，然后呢，学习完的东西用在自己的企业上面，觉得每天都活力四射，很开心。但其实啊，我也曾经很讨厌学习过，只是后来我发现到，原来只要转颗脑袋，学习就跟游乐场一样好玩。所以啊，后来我就换用这个方法来学习。果不其然，我慢慢的就爱上了学习，而且啊，得到了学习的好处。现在啊，我就很鼓吹大家要努力的学习。那今天就来揭秘我怎么做到让它变成好玩的哈。你只要懂得大脑的运作，你就知道要怎样让它变成好玩。那一样的，也拿出一张 A4 纸，我来教大家这件事情。首先呢，多数人学习会觉得痛苦啊，是因为没有目标。而很多人会想说，我有目标，我想要考上大学。不，我有目标，我想要可以加薪，这些目标啊都不有趣。你的目标必须要挑一个有趣的目标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今天你想要学吉他，那你学吉他的目的啊，可能是为了要追求一个女孩，然后或者是啊，你想要上台去做一个表演，这种有趣的目标才会是你学习的原动力。所以啊，多数人在学习的一开始会觉得痛苦，是因为你选择的目标最后是很痛苦的事情啊。所以你要把它转换一下，把它变成有趣的目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学习的起头就会非常之有趣了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则是知道这个目标之后啊，你会去想说啊，我要赶快去找书啊，然后开始要去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出来。举个例子来讲，你可能想要弹一首很难的歌给你想要追求的女孩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学了那些和弦，就觉得说哇，好难弹，就放弃了。这个啊，就是大家会觉得学习很痛苦的原因。你纵使有一个很有趣的目标了，但是啊，第一步让你太困难了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困难难受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啊，要让学习有趣的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你在第一开始的要做的那件事情呢，建议越简单越好。因为啊，这一步动作啊，主要是让你拥有所谓的成就感，然后让你觉得好有趣哦。所以啊，你要去想一下，当你有一个有趣的目的之后啊，接下来就为自己找一个可以很容易上手的第一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啊，你做出一点点小成果之后啊，就立刻的拿去跟朋友、家人去炫耀，或是把它贴到 Facebook 上面去，或 IG 上面都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人啊，脑袋天生喜欢什么？被人家受到重视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做出一个小东西，拿去炫耀给朋友看，朋友跟你讲说，哇哦，好特别哦，或者是哇哦，这件事情蛮好玩的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加速你的学习历程。那你会讲说，那会不会拿出去被笑呢？
被笑又如何？今天呢，这是你的作品，你要很骄傲的拿出去给大家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要像小朋友一样，很骄傲讲说：“嘿，你看我会弹C和弦了，你看我会弹 D 和弦了。”这件事情啊，可以帮助你有更好的学习动机。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，在玩耍。当你炫耀完了之后啊，再去找到下一个你可以立刻执行做的事情，再立刻去做。做完了之后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反复的再做第2次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做了2个小成果出来了。那第5步骤就是要做什么事情呢？给自己一点点奖励。这个奖励啊，最好是一个可以有收集的。看过我马克凡生活 CEO 的频道都知道，我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人类是弱小的动物，我们都会有收集的癖好。你在让自己的学习变好玩的时候啊，你也可以达成自己一个像任务。当你做了几件事情之后，就给自己一张小贴纸，或者啊是给自己一个1块钱，或是一个小瓶子。当你看到好几个在上面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成就感，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玩它。这件事情呢，它背后是有很深的含义的。这个坑呢，我下次有机会再来讲，它叫做 PBL。我在经营很多会员的时候会这样操作。那拉回来吼，这个方法也很适用于你自己身上。所以啊，当你连续做了2个小成果之后，就给自己一个小勋章、小奖励放在自己桌上，然后就去尽量的去把它累积出来。那这个循环下来之后啊，你就尽量做个4到5个循环之后啊，就可以有一个好好的休息，给自己呢好好的看一场电影，给自己好好的吃一顿大餐。用这种方法，其实你就会发现到，学习越来越有趣，越来越好玩。这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像是在玩耍一样。我最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的游乐场，你要学习在过程当中啊，去玩里面的每一件事情，连学习、连工作都一样。那这反复的这6个动作啊，其实你一直做，你就会爱上学习，而且你会觉得学习有趣。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学习本来就是痛苦的，本来就是困难的，所以啊，多数人都不爱学习。但你只要找到小撇步，可以让学习变成有趣的，让你的人脑自动的去爱上这个学习的话呢，你就会成为这1%顶尖的人哦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。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